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胖东来。本来这个新闻啊，我不太想讲，因为境内讨论的挺充分的了。但是我看境外有一些法轮功媒体，也包括有些反贼啊，他报道的就有点离谱了啊。他们说胖东来最近啊，把38亿账上的钱咵嚓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地政府啊盯上他们账上的钱了，想要搞他们的钱。结果这胖东来慌不择路啊，一下子干脆就把这38亿的钱全都分给了自己的员工。我宁可分给自己的员工，我也不能给你政府啊！这政府就是臭流氓啊！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啊，这轮子媒体啊，有的时候那报道啊，看起来就像脱口秀。所以呢，我决定啊，还是讲一下，因为我们王巨拍案呢，一方面让境内要看到真实的新闻，同时呢，我们也想让境外的这些华人群体啊，不受这些轮子媒体的影响，拨云见雾，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今年的3月8号，这胖东来的老板名字叫做于东来。我看呢，于东来啊，那网上的视频他也不是很胖，但是呢，他给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名字起名叫胖东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呢退休了，天天不是要搞自驾嘛，然后呢，他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公布了一个资产分配方案。这资产分配方案里头就讲啊，说他们胖东来一共有10194人。账上一共有37亿9300万，那他准备把这些钱全部分了啊？怎么分的呢？他说，管理人员718人，一共分15个亿，其中店长12个人，12家店嘛，每个人2000万。技术岗位团队啊，一共是563人，一共分4.68亿，然后一线员工有8913人，分18.11亿元。那这些人呢，分的就比较少了，人均20万。那有媒体就核实去了，那所谓的普通员工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呢，清洁工啊、搬运工啊等等这些人啊。那有一个清洁工接受采访，分20万，那也很激动啊。你想想，清洁工能分20万呢啊？他就讲了，就是这么一个分配方案啊。说实在的，这个分配方案出来的时候还挺震撼的，我当时看了都有点动心呢。你想想，店长一个人分2000万呢。那我如果要是王巨拍案哪天不想干了，我回国要是能当个胖东来的店长，那我觉得也心满意足了。2000万人民币啊，你想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啊，这件事情很快啊，就有人就分析了，不正常。为什么呢？资本家那是什么呀？马克思都分析了，专门压榨剩余价值的，对不对？专门压榨劳动人民群众的，才能获得利润的吗？哪有资本家给员工分钱的？给工人分钱的？没听过有这样的资本家，只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才为无产阶级谋福利呢。现在你资本家，你要把这个钱分了，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呢？估计是遇到了黑社会，或者是更大的流氓，才有可能慌不择路把钱分了。境外很多媒体分析啊，他们分析什么呢？说啊，这许昌市，我这里补充一个信息啊。这胖东来啊，他的总部在许昌，他在许昌好像有12家店，在那个新乡好像有1、2家店啊，所以他大本营在许昌。那么这个境外这些法轮功媒体就分析了，说许昌市政府啊，原先呢想搞一个计划，说自己建一栋楼，然后租给胖东来，然后呢政府不就是坐地收租金吗？胖东来就相当于给政府打工吗？结果这项目啊建到一半的时候啊，政府没钱了。没钱了，政府现在就跟胖东来说你自己建，你掏钱，但是你建完了之后，房子还属于政府的。你看看，胖东来给政府拿40个亿来建房子，建完房子，房子还属于政府，政府还从胖东来收租金，那这不就是黑社会吗？这不是流氓吗？为了印证这个猜测或者是这个分析，还有好几个围绕着胖东来的事实啊。一个呢，胖东来啊，这个郑州店原计划是2026年元旦开业，现在推迟了，推迟到今年的5月份了。瞧瞧，胖东来没钱了，被政府搞了一道嘛。第二个，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王海打假胖东来啊，说胖东来不是有个鸡蛋，说那里头人工色素超标，说是那个人工色素的标准呢，比那个鸡饲料里头还要高。结果呢，胖东来最近跟那个王海测评硬刚呢，硬刚的过程中间哈。因为政府现在有可能对胖东来进行报复性的调查，那胖东来不就急了吗？就在这种背景下，
胖东来把钱给分了，分给自己的所有的员工，是吧？所以你看人分析的有鼻子有眼的啊。但是要我说啊，这些法轮功媒体也包括境外的反贼啊，其实对国内的这个商业运作的环境啊，他是不了解啊，也不清楚。你想想，假如说政府真盯上你了，你这个时候你把钱分给员工，你就能逃避这个灾祸吗？不太可能吧。你就比如说马云前2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结果不被政府盯上了吗？那个时候马云如果要是把阿里巴巴分给员工，你觉得政府会饶了马云吗？不但不会饶了马云，相反我觉得他罪加一等。马云作为一个商人，面对共产党强大的国家机器，他其实只有一种方式，就是配合政府的调查，最后政府罚他几十个亿上百亿，老老实实交。你这个时候假如说你要是真把这个阿里巴巴分了，那更收拾你了，对吧？所以其实这种面对政府黑社会流氓慌不择路分钱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而实际上大家只要看于东来当时他发这个帖子啊，你仔细看完了就发现这个所谓的境外的这些分析啊都是瞎扯的。为什么呢？其实真实的情况啊，就是这38亿其实并没有分。为什么没有分呢？人家于东来说的很清楚啊，这个钱是资本化的，原本账上这些钱啊，那不是38亿吗？准备分的啊，现在不分了，不分干什么呢？进行资本化。资本化实际上是让胖东来所有的员工获得一个未来的收益权。什么未来的收益权呢？这胖东来啊，这要搞一个叫梦之城项目。这梦之城项目在许昌东站高铁站附近，这个项目比较大呀，据说投资65个亿，整个工期呢要4年左右的时间。这是许昌市的一个重点项目，许昌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专门讲的这个项目啊，要专门搞一个胖东来产业园区，然后还有这个胖东来这个梦之城项目啊，政府给他非常好的优惠条件。但是毕竟这个项目你想想持续时间4年，而且呢要投资65亿啊，这在胖东来有史以来历史上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项目。你想胖东来你账上一共不就是这65个亿啊，所以胖东来他需要筹资这账上这个钱。那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承诺分给员工的，现在不分了，我们要把它资本化。资本化就是说你店长一个人分2000万，不是分2000万块钱啊，是将来这个梦之城项目如果赚钱了，你按照2000万的股份来给你分钱。但是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资本化的过程中还真就不是给员工股份，只是一个未来的项目的收益权。这实际上还是要搞清楚的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娃哈哈呀？娃哈哈它有内部持股啊，真的搞股份呢，搞一个员工持股委员会啊。但是胖东来可没有这个啊，你拥有的只是一个未来这个项目的预期收益权，而且这收益权还不保证盈利。假如说这项目亏损了，你们也得跟着一起亏。说白了，这就是动员整个胖东来所有的员工共同参加梦之城项目的风险抵押金，这才是这个整个分钱项目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再看啊，有媒体就调查了，那现在的胖东来的股份结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于东来他自己持股是69.96%，也就是70%啊。于东明他弟弟5.2%，于娟5.3%，我估计是他妹妹啊。还有张春兰14%，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现在这个胖东来仍是一家标准的家族企业，就是分钱股份化也没有动摇到整个胖东来的股权结构。我不知道啊，就是他原先账上这38亿啊，是不是承诺向员工分配了？如果承诺向员工分配了啊，现在资本化又没有股份，本身呢，这个其实啊没有像外界说的那么高尚。你想想，原先说给你分钱，现在不分了。现在要把这个变成一个股份化的，然后这股份化又不给你股份，只是有收益权，是吧？然后呢，收益权将来这一个不确定的项目，万一亏损了，人还不负责呢，是吧？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胖东来的所分配37亿这个现金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真实的情况实际上就包括2点：第一个，这钱不是分配给个人；第二个，这个也不是政府啊惦记上胖东来了。你想想人许昌市政府啊。这胖东来对他来说是摇钱树，
解决这么多就业，然后还带来这么多的税收，那地方政府有什么必要杀鸡取卵呢？把他账上的40亿给抢过来，那以后胖东来垮了，那许昌市政府还能抢吗？那如果胖东来每年持续的给许昌提供税收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其实对许昌市政府来说才最有利。虽然共产党啊在很多方面不是跟老百姓谋福利啊，但实际上他是知道什么情况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所以我就说这些法轮功的媒体啊，他其实所讲的那些阴谋论本身呢，都大大低估了共产党的智商，这是一方面啊。那么紧接着我们来讲一讲胖东来这家企业啊，这家企业最近几年啊，的确成为了境内的一个现象级的企业。我看到网上啊，很多天天有一些网红啊，都到胖东来去打卡。然后胖东来呢，据说春节几天呢，那个很多外地游客都到胖东来去打卡、去旅游、去买购物啊。所以当地啊，新华网都发了文章说，胖东来现在宛若6A 级景区。那么在春节期间到胖东来购物的人呢，加起来的数字啊，比那少林寺啊、比那白马寺啊、龙门书屋加起来的人还多。那一家商贸企业，一家线下的超市啊，能做到这种程度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由于线上行业的发展，拼多多嘛，把基本上线下这些企业都干死了。再加上还有京东，还有美团，大家都习惯网上一下单，这美团外卖就给你送到你家里头去了。所以很多线下的实体店，包括超市，现在经营起来都步履维艰。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环境下，胖东来创造了一个逆行奇迹。他们不但没有经营下降，相反呢还越来越火爆。那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值得分析分析的。我们首先让户晨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胖东来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啊。他这个创始人是2个兄弟嘛，其中一个叫于东来，他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2个兄弟在河南许昌创立的，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户晨风啊，这个对胖东来的总结啊，我觉得有2点啊，还是比较准确的。我在这里再扩展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胖东来对顾客非常好。那个时候你想买到真烟真酒很难啊，就几乎就不大可能。你想那个年代嘛，你别说那个年代，现在也是啊，现在不还有很多假烟假酒吗？所以说他们当时呢，负债30多万，那么就开了这个超市，这小超市，很小的超市啊，这就是胖东来的前身。主打的就是什么？主打的就是卖真烟真酒。那户晨风不是说了吗？胖东来不卖假货啊，不卖假货只是早期，它实际上还是给商品本身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质量标准，不仅仅是假货。我看到很多网友就在讲啊，说到胖东来买的那个菜，他说那个地方啊，他没有这个韭菜。为什么没有韭菜呢？是因为胖东来自己啊有一个农残实验室，农残实验室人家测了韭菜的农残超标，所以人家不卖了。瞧瞧，对人顾客放心呢。那这个标准呢，据说测的比欧盟那个标准还要多呀，说几百项农残呢。那你想想，人用这种标准提供的这个商品啊，卖给老百姓，那老百姓那不就是放心吗？那这个商品的这个质量保证啊，在这方面人家自己建构了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呢，赢得了公众对他的信任，这是商品本身呐。同时呢，他还提供了很多服务啊，这个服务啊，实际上也是线下实体店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看那个许昌市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就讲啊，我们家碰见好几次，我媳妇儿去买她那个鞋，穿了4、5个月了，然后自己干活，侧面挂了个洞，那旅游鞋，找胖东来去，他那上面不是免费修鞋吗？去找他那个服务员说，你看你们家这鞋烂了，不是免费修鞋让给我修修吗？人家服务员一看，这不是我们家这品牌吗？就是说啊，是呀，这烂的就是质量有问题，修啥又不用修。他说这是我自己穿烂的，挂烂的，没关系。它烂了，证明它质量不好，它质量要好，它就挂不烂。你不要管了，给厂家退了。这是人家服务员说的，都不跟领导请示。你瞧瞧，那这个服务水平啊，那确确实实很多店都做不到。包括呢，户子不也讲了吗？说顾客如果买了不合格的产品啊，人家到他们家去，去取完之后呢，还给他500块钱安慰奖。那么真有问题的时候呢，人胖东来处理起来啊也是不含糊。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啊，还是前年，我看到网上就说胖东来卖这个隔夜的三文鱼，
就是有一些联购的厂商在这卖三文鱼啊，哎，就有人举报了，说这三文鱼隔了一天晚上他们还在卖生鲜。结果呢，胖东来一查，果然如此啊。那么举报的人是个职业打假人，很多商家对这个职业打假人呢都非常讨厌，认为这些人呢没安好心，你打假是假，赚钱是真嘛，假意发实啊。胖东来一查，有25份三文鱼啊，就是隔夜还在销售，马上给这个职业打假人直接奖励10万块钱。然后那些买这个三文鱼的人，顾客一人奖了1000块。那你想想这么处理的话啊，那人顾客肯定是非常满意，职业打假人也非常满意啊。就胖东来处理的这种方式啊，使得公众也包括消费者对他建立起了巨大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呢，实际上啊，是这个一家商家最宝贵的资产。那我就想起来当年的海底捞嘛，海底捞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其实海底捞也是用这种服务啊，建构起来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感。线下消费和线上消费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线上消费你可能比的只是一个价格，因为服务嘛也有，但是你跟那个客服简单在网上沟通几句。线下消费啊就不一样了，你是在跟人打交道，你是进入到了一个商业环境里面。这个商业环境，你消费的过程中，你除了购物以外，你可能还获得了某种情绪价值。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去海底捞去吃饭是吧？你等待的时候，海底捞给你按摩，给你美甲，然后给你提供免费的西红柿，还有那个小零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到你其实在这里头不仅仅是在消费，你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这某种情绪上的这种满足感。所以海底捞曾经有一句话嘛，就叫不得拒绝顾客提出来的要求。不管怎么样，你得先答应下来，然后你才想办法去解决顾客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这种服务本身就让顾客跟店家之间建立起来一种非常紧密的情感联系。我看那个王海最近不是打假胖东来吗？说胖东来那个鸡蛋里头啊色素超标，但这件事情没有赢得公众对他的支持。为什么没赢得支持？就是公众，我看有一个人说的很极端，他说胖东来就算是他那个色素超标，我也相信胖东来。那么这种巨大的信任感是怎么来的？是长期的他对顾客的信任感，顾客的这种负责任的商品销售建构起来的。也包括他这过程中间还不是有一个女的说那红内裤事件嘛？当时有一个女的啊，说买了胖东来的红内裤啊，红内裤她说了，她是本命年买完这个红内裤啊，穿上之后就过敏了，就在自己的那个私处过敏了。她说这个她投诉胖东来，胖东来呢一听说，就派了一个人到他家里去陪他到医院去看病，看病的过程中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呢给了他500块钱，结果这个女的不依不饶，就在网上发视频就控诉胖东来。结果胖东来呢最后就硬刚啊，去检测他的那个红色的短裤，没褪色呀，也没有掉颜色啊。最后呢这胖东来把这个女的给起诉了，最后这个女的败诉，赔偿了胖东来40万人民币，还在网上发道歉的视频。那为什么？就是胖东来这个底气就在于他自己给顾客提供的商品，他足够的有质量保证，所以他才不怕碰瓷儿的，不怕造谣的。而公众对他的支持也成为了他对抗这些人的一个资产。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啊，这胡晨峰也总结了。那么如果说胖东来做到这个地步呢，仅仅是说对和顾客不发生冲突啊，真货，我跟你讲，他也做不了这么大的，他也做不到1年挣10个亿、20个亿的。你知道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他挣的钱啊，他真的会和员工分。那网上不是流传一段视频吗？说这个于东来啊，在演讲的时候帮人家改造这个超市，说改造完了啊特别好，说是第1个月改造完了之后，这店里头就挣了200万。这于东来就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郑州的兴万店的调整，在调整以后呢，它的每个月的经营了有1-2个月吧，然后它这个一个店呢每个月的盈利都有200万。我不知道，当我知道200万了，我就非常的吃惊。然后呢，我说200万为什么
不去涨工资啊，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就犯这个毛病。你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你先拿出来100万给员工发了呀，对不对？你发了之后，员工跟你更愿意干了，然后你这不挣更多钱了吗？胖东来人也的确在践行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他对自己的员工确实比较好。我看网上流传了一个胖东来的工资单，这工资单就店员1个月的工资是8万块人民币啊。据说这他底下的那个普通员工，1个月非常普通的员工啊，8、9千块钱、上万块钱。有些人不信呢，那网红到了那个店里去打卡的时候，就问那些员工啊，忙来忙去的，说你1个月能挣8、9千吗？人家员工都说能，没问题，我们的都能挣8、9千，能过万吗？他说那要看我们这店的业绩啊，等等啊。那你想想，许昌是一个中国的4线城市，4线城市的一个许昌，说是这个保洁员普通员工都能拿8、9千，据说他这个工资标准是比别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啊高2、3倍。那这么高的收入，还不仅仅是收入啊，还有其他的。说胖东来规定啊，说这企业里头啊，一天只能工作7个小时，下班放假以后不能打电话给员工，然后每年还有什么10天什么不高兴就不上班奖，这个啊，就你只要不高兴你就可以不来。让你想想，让员工觉得这企业就是家呀。我看那于东来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员工吃回扣怎么办？于东来说，这不是你的原因，这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后来，我们不会去埋怨员工，因为企业的这种管理的能力达不到，才导致这种结果。不能去埋怨员工，首先是我们企业怎样去，然后去完善这方面。你想想，超市这么大采购量是吧？你采购商品的时候，那很多商家为了让你进这个超市，他给你回扣啊。于东来说，他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会反思自己做的不好。可能是我们就是从内心里感觉，就是说是不是对钱去感觉痛苦，是感觉让员工走了弯路，感觉痛苦，对不起员工，是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做的不好呢？他说没有给员工足够的钱。但是我们呢，可能就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相对的来说，更多是一个合理的收入，业务方面呢，收入让他觉得他办这个事儿不值得。第二个是这种理念，也经常的理念的这种灌输吧，也导致他觉得干这个事不值得。所以你看于东来的这个企业管理的理念啊，他是首先让员工真的拿到了可以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合理回报的这么一份收入，而这种收入本身呢，让这个员工就觉得企业就是家呀，所以他干起来非常快乐啊。他不会说我在给别人打工，而是他真的害怕这家企业倒闭，因为企业倒闭了没地方赚钱去了嘛，没地方赚这么多钱去了嘛。这一点其实跟当年张勇搞海底捞啊，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都很像。张勇当年搞海底捞的时候啊，他当时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挖来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17岁，叫杨小丽。杨小丽呢，她自己家里头啊，父母欠800块钱，这张勇就跟说：“你这钱我都给你还了。”然后呢，杨小丽对他就特别的忠诚啊。后来杨小丽就成长为他自己的一个店长。其实杨小丽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根本没上过大学。后来这海底捞啊，就让全国拓展，第一站就拓展到了西安，在西安那地方开一家分店。杨小丽就带着团队到西安去开了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店，手下管了100来号人呐。那这个时候她还不到20岁的一个女孩子啊。结果呢，服务业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各种各样的问题。说有一天有5个人吃饭，打了2个服务员，双方发生冲突了嘛。临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等着。结果走了之后没过2小时，对方开来了2辆汽车，说来了60个人，然后呢手里头拿着家伙事儿，就跟海底捞说啊，赔偿5万块钱，要不今天晚上把你店砸了。看到这个架势，那杨小丽啊，你想想一个女孩子不到20岁啊，她当时就跟她底下的人说，跟我冲，就率领100多人直接就从店里头冲出去了，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后面。那对方呢60多个人一看，这些人不但没害怕，都冲出去了。这杨小丽一个女孩子就坐镇其间，手里头估计也抄着家伙事儿了，吓得没敢进来。结果警察很快就来了，
到现场就把双方给分开了。那你想想杨小丽啊，她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下，她没自己跑呢？说白了，其实她就觉得张勇本身给她的这一些职业发展路径通道，她觉得她自己啊就把海底捞当作是一个自己的家了嘛。海底捞有一个经验，或者说有一个规则，就店长必须从普通员工干起。我不管你学历是什么，你必须从普通员工干起，我们才能把你提拔起来当店长。所以海底捞啊，给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这些农民工，他提供了一个在其他行业、其他企业无法提供的上升通道。你想想，农民工到中国的城市里头打工，有哪家企业会让这些可能没上过大学，就只是初中或小学毕业的这些人提供足够的上升通道呢？让你做店长呢？让你做管理层呢？不太可能。但是海底捞做到了。后来海底捞上市的时候，这杨小丽的股份一折算30个亿，这就是分享所带来的这企业成长过程中间的资产。员工不再是认为自己是打工的人，他就是企业的一份子。我觉得这2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几个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胖东来的发展。你比如说啊，这胖东来的选品啊，它跟别的超市不一样。别的超市大家都知道啊，选品有这个上架费，有这个进场费，胖东来率先把这个都废除了。他认为这个进场费、上架费腐蚀了商场的选品能力。那谁给我上架费，我就让谁进嘛。结果胖东来不要上架费，他自己来选品，自己选品出来之后才能选爆品，才能选好品。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觉得他是打破了这个行业的规则。与此同时呢，他自己建立了很多自己的品牌，他自己的品牌啊，毛利就比较高啊。这个胖东来的商品，它其实本质上不是因为便宜，它有卖便宜的。我看前几天他卖那个169的钻石，叫莫桑钻哈，那个实际上也是人工钻嘛。但是1克拉呀，1克拉的钻石啊，卖169啊，限购每个人5个。但其他的商品，那据护春风讲，它基本上比其他的超市的商品贵5%。但是由于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信任作用，所以它其实啊，并没有因为这个价格贵导致大家都不来。相反，还有很多外地的人到这来打卡呀。那么紧接着，实际上胖东来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个作为网红来营销。这于东来啊，现在有点像境内的罗永浩。罗永浩当时啊，搞那个锤子手机啊，搞什么其他的，他都靠他自己的这种网红营销。胖东来现在的网红营销啊，实际上做的也非常成功。胖东来现在基本上每件事情都会上媒体报道，媒体一旦报道就变成了流量，包括他这次分红，说40个亿都分了，包括前一段时期我看他招了30多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个于东来还给他们培训呢，说大家不要自暴自弃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就是社会的错嘛。那你想想，作为一家企业，他敢招刑满释放人员，然后媒体就报道了。那么凡此种种，那么都转化成了胖东来的流量，于是这个胖东来就成了一家网红店。所以现在胖东来的客源里头有大量的外地人。为什么成景区呢？实际上就外地人，有人统计了啊，到许昌去旅游的人呢，说平均这个在许昌停留时间4小时，其中有2个小时都是在胖东来逛的。那你想想，它可不就成了旅游景点了？那么这个旅游景点实际上就是它的网红营销带来的效果，包括这几年的爆发式增长，其实都是跟它这个网红营销本身所带来的。那么这些网红到这来拍视频，你想想说啊，晚上8点钟这个水果就开始打折了，一到9点直接扔到柜子里就不要了，就扔了。这些网红把它拍下来，你想想，胖东来不发1分钱的广告费，其实就把自己的营销做到了现在的社交媒体上，这是多么合算的一件事情啊！但也正因为如此啊，这条路径实际上其他商家不太好复制，所以我认为啊，胖东来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啊，实际上这是这么几个方面的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胖东来这家企业的发展呢，跟当年的海底捞一样，都是对中国商业模式的这个非常大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胖东来也好，海底捞也好，都证明了给员工好的待遇，给员工比较高的报酬，实际上不影响企业的盈利。最新的利润我看了推测啊，它去年是销售额200亿，
然后利润是10个亿，那它的利润呢5%啊，在超市行业不低呀。那这个不低的利润是建立在它其实给员工更高的这种福利和收入的基础之上的，那这是非常了不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线上商业发展的非常快，那么美团呐、拼多多线下的实体店都在凋零，但实体店实际上还是需要的，因为实体店是人和人在打交道，那么服务水平的提升，你靠线上很难建构。那么线下的这个服务水平的提升啊，其实它是跟线上这个行业的竞争，做得好的同样有生存的空间，还能发展壮大。我自己在日本的生活，我感觉日本的线下啊，就是这些店啊，之所以它实际上啊还挺繁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服务搞得好。那么服务搞得好，那有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到线上去消费了，差几块钱可能没那么重要，因为我在线下消费的时候，除了购买商品的同时，还获得了情感体验，还获得了情绪价值，这个同样是人的需求之一啊，这是线下店给人提供的。当然最后一点啊，我还要讲一下，其实胖东来啊，他现在搞的这些项目啊，我看来看去啊，我觉得也有点担心。为什么呢？那个许昌东站呢，搞的这个梦之城项目，投资65个亿啊，这个扩张的速度有点猛了。而且许昌东站呢，那地方这个高铁站本身呢也不繁华，当地政府的想法啊，就是在那个地方靠胖东来把它人气给拉起来。包括在郑州，这次他搞的那个站啊，也是在郑州东站高铁站那个地方啊，一个地下搞的一个胖东来的这个超市。我估计当地政府都有类似的想法，希望利用胖东来的这个网上的大 IP 啊，帮他们拉动新区的人气。但这个我就觉得这胖东来是不是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啊走得有点太密切了？那政府啊，他有政府的目标，他搞一个新区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跟政府的关系走得太近，或者说你太想配合政府的这些政绩工程啊，这也有潜在的危机。那么其实好的商业模式啊，最好是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啊若即若离。所谓若即若离，就是说我也不得罪你，是吧？但是呢，也别太亲近。如果太亲近的时候，一个投资决策失误，搞不好过去30年的积累啊，都可能付之东流了。我们还是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尽量走得长，走得远，然后呢，为中国的商业模式啊，贡献更大的自己的那样一种智慧和才华啊，也让更多的人受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这个讲了这么多啊，我这个总结一下这个胖东来吧。他初期的创业之所以能做这么好，做这么大，能够迅速的挣到第一桶金，就是因为保真。就是保真这个东西，在今天来讲啊，很多商场都做不到。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现在要去买个毛子，买个华子，我去哪买呢？我在大城市还好啊，因为我现在在成都嘛，我旁边就是个日本超市，伊藤洋华堂，那儿的东西我也放心。那我要是在小城市，我去哪买呢？我真不知道去哪买。我去这儿买，我怕他坑我；我去那儿买，我怕他坑我。我也不知道去哪买。真的，我到今天我在小地方我都不知道去哪买毛子、买华子，或者买一些比较贵的什么烟酒，不知道。但是有胖东来就去胖东来买，因为他的烟酒都是。它上面那个开封就是封口那个地方都是盖它的章的。你如果说这个有假，我就赔10赔100啊，这就是他为什么第一步能够做起来，就是保真啊，这是人的第一需求。那么后来他能做得更大，挣了这么多亿，是为什么呢？就是服务体验。这种服务体验，第一是针对这个客户啊，客户要保证客户的这个体验啊，你买东西有问题了，我上门来给你解决，对吧？包括你不喜欢呢，直接给你退啊。包括这个你来我商场停车是免费的啊，胖东来停车是免费的，当然了，应该是3小时之内是免费的，3小时之内是免费的啊，对吧？包括这个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非常好的啊，等等等等，这是对客户。第二呢，对员工高工资高福利啊，真的是高工资高福利啊，相比较本地工资而言，甚至就是大约
胖东来的工资比本地的工资就同种工作啊，大约要高个将近1倍，就高大约100%。所以说这就是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啊，就是一年挣大概可能10个亿、20个亿，大概是这样一个局面啊。甚至来讲，他的创始人呢，因为前2年不是有那个事情吗？啊，超市挣了很多钱嘛，大家应该懂的啊。那么他的创始人甚至要求啊，说2023年啊，你的这个门店，你不能给我盈利超过多少钱啊，就是限制盈利啊，你不能挣那么多钱。所以说，这个胖东来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发展的啊，这就是我大概的对他的一个理解啊，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大概理解啊。